师傅，你如此冒失，何事？师傅，刚刚弟子在门外释放，长庆，你什么都没有听到。可是我真的听到了，师傅，就是心里不静，耳中才不静。佛法无边，出家人心中有佛，便不会受外界杂音的纷扰。你出去吧。弟子不怕顶撞师傅，也要把心里话说出来。自从2个月前大佛殿传来女子的哭声，承福寺一切都变了。那整个长安城都在传咱们寺庙里闹鬼，以致香客凋零，胆小的僧人干脆都直接离开了寺院。你到底想说什么？师傅，要不咱们找个降魔师吧？住嘴！我堂堂成佛寺就要请降魔师，你这不等于承认我寺院里面有鬼怪？你简直疯了！你给我退下！师傅，可您听一听，今天不是一个，是几个女子一起在哭啊！师傅，啊！把大门打开！寺主，这明明是女鬼在哭嚎，你想带走我们宿命吗？哎呀，这佛寺是法外，我不断了。谁要想走，都可以走。师傅，要不咱们明天白天再来吧？住口！现在大家跟我一起大声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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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师傅，没有哭声了。确实没有哭声了。对是了，果然啊，这邪魔外道就怕正道佛法。阿弥陀佛。这负责看管大佛殿的居士陈空哪里去了？午时告假，出去办事了。哦，一定是有人趁他不在，偷偷潜入这大佛殿，点亮爆竹，给我找！我倒要看一看，究竟是何人敢在大佛殿内装女子哭泣吓唬人！找！寺主，什么都没找到。这大佛之下原有密道通往鬼市，这哭声会不会是从那里传来？不可能！自冯寒作乱之后，官府早已下令，命人用巨石将那密道堵死。即便鬼市有什么哭声，也不会传到这里。你们看，这壁上的妖魔鬼怪已被蛛网牢牢罩住。佛法无边，以后你们再听到什么声音，也都不用再怕了。记住我的话，出家人心中清净，则耳中清净。阿弥陀佛。又来了，师傅！这大殿没人，分明是三魔女在哭。不要乱，回来！不要跑！给我回来！回来！师傅，路可有仇家？我男人从不与人结怨，真的。谁不知道快物最爱交朋友，还爱吹吹牛。昨晚我们边喝酒边听快武讲天后的事儿。是天后在位时的事儿。他平时酒量如何？不小，
昨日虽喝了不少，但以蒯武的酒量，不至于醉啊。蒯武昨天是没醉，但也喝得很尽兴。他要看胡姬舞蹈，可是小店并没有请胡姬，夜又太深了，我就让他们3个。鲁参军，他就是鲁参军。昨日酒楼里有什么客人啊？还有2波，是熟客吗？不熟，有3个好像是洛阳来的客商，还有2个神神秘秘的。我看见其中一个山人模样的，给了另一个人3块金饼。事关那2个神秘人，你们再好好回忆回忆，还有什么细节，越细致越好。我跳舞之时，那山人给蒯武敬过酒。我也记得是敬过酒。这位仁兄，敬你一杯。兄台方才所讲，太有意思了。你也听见了？有幸旁听，很是喜欢。干了。山人的话，你们都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是这样说的。下去吧。与蒯武一起喝酒的那2位，我得再去仔细问问。好，进来。你们俩胆子也太大了，在卢参军面前都敢不说实话。没有啊，上官，我2人所言句句属实。是啊，是啊。那我问你们，昨夜在酒楼，你们谈论的到底是天后的事，还是天后在位时的事？如实招来。是天后的事，我们没有谈论，都是蒯武讲的。对，我还试图制止来着。所谈天后何事啊？还不招？整窄板子吗？不敢。刺激吧？所以说呀，这《沙司传》所记载的，那不过就是9牛1毛。你说的是真的吧？你又没在宫里服侍过天后。我看啊，就是他胡编的。毕竟天后之威严，谁人不知啊？喝酒。反正啊，今晚我是把这沈郎的事讲完了。这前番呢，说的是明崇俨和薛怀义，再往后，该是那2张了。话说这2张啊，想听啊？想听得请我喝酒啊！哎，老板，给我叫2个会跳舞的胡姬。长官饶命啊！刚才大庭广众之下，我实在不敢说呀。不必了。武阳，没有，你还不承认？还不承认？你不能放肆！不能放肆！我打死你！先退到一旁。张况，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劫持武阳？您这么一提醒，我倒是后悔了。昨天回去，我净琢磨着怎么报仇了。哎，我怎么就没想到还能绑架他女儿，这样就能让赤英就范了。我打死你！你什么？你看又放肆！打死你！赤英啊，你近日有没有跟武阳发生争执？他有没有可能是负气出走啊？不会，武阳很乖，他很听我的话。那他有没有可能去亲戚家了？我非长安人士，我们在这没有亲戚。那朋友呢？武阳没有朋友，平时都是我照顾他。武阳不需要朋友。我问你，
你卖这个神仙玉女粉很赚钱这个事儿，除了张矿他们，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神仙玉女粉是卖得好，但我也不会四处去张扬啊。啊。这个是武阳。一个时辰，喜君就画出了3幅人像，就算是秦小白没有瞎，他也画。鸡师公，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意思是，你比他强。非也，我只是画的比较像。秦大师的神韵，喜君恐怕终生难及。谦虚。哎，喜君，你是不是画错了？义兄这是何意？武阳我和樱桃都见过，不会画错。这就是武阳，丝毫不差。苏无名，你怎么了？既如此，这个案子就更加离奇了。苏无名，什么意思？我还不能确定，所以不便说。喜君，这画我要借用一下。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主人。你去把他俩给我叫进来。是。醒醒，快醒醒！醒！人呢？那个叫武阳的女子呢？那个老板，我花钱养你们是做门客，不是做猪。老板息怒。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就睡着了。不会是从昨晚一直睡到现在吧？就是啊，我们俩本来精神的很，突然就犯了困。何人如此大胆？天子脚下，巍巍长安，劫持人口者，还敢说别人大胆？谁？抄家伙呀，快！哦。你是谁？雍州府暗探楚樱桃是也，跟你许久了。暗探？那不是朝廷官差呀！小娘子，我多给你点钱，放过我吧。门儿都没有！你绑架的武阳是我朋友，人在哪儿？是啊。人在哪儿啊？人，我们也不知道啊。为了得到配方，你也是费尽心思了。小人不缺钱，知音要是肯卖配方，小人也不会出此下策呀。尔等需把绑架武阳的过程如实招来，记住，不要漏掉任何细节。娘，今晚我能去看舞狮吗？在坊内小广场，有狮子舞和傩舞斗赛。你疯了吧？大晚上的，你不怕遇到坏人呐？更何况是看舞狮。你给我记住，你这一辈子都不可以去看舞狮子。舞狮子怎么了？学会顶嘴了？没有，我不问了便是。过了半个时辰，我们看见赤英一个人出去了，而武阳所住房间也熄了灯。我们哥俩就摸上楼去，没想到那武阳所住房间还上了锁。以为失了手，回去肯定会被于老板责罚，不成想。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你放心，于某不会伤你，只是请你在这儿住几天，让你娘着着急。那钥匙我就放在怀里了，还没等送水送饭，我们就睡着了。至于那人什么时候跑的，怎么跑的，我们是真不知道啊。我们得再去余宅后院看看。樱桃，叫上老费。老费，快过来，看看看看。别催我走得慢。稳稳稳稳。那2个看门的人呢？压下去。迷香，迷香用香的乃是高人，此香极其昂贵，一般的小贼根本用不起。到底是什么迷香？你可记得在洛阳查人面花案的时候，那个胡14娘用的丈夫香？这回是夫人香，懂啦？既然有人用迷香迷晕了看守，救走武阳，可他为什么不回家呢？那就不排除救了他的人2次劫持了他。武阳只是个普通女子，就算那个神仙玉女粉精妙能赚钱，那也不至于那么多人觊觎啊。现在看来，此案不但离奇，而且重大。和武阳的画像神秘兮兮的，有什么收获？他长得很像一个人。谁？天后。啊？像你外婆？不是一般的像，那个模样和神情跟天后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我明白了，现在就不是什么神仙玉女粉那么简单了。那个妆容之物我查过了，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配方和调制稍微有点讲究，主要还是因为武阳长得像。长得像天后纯属偶然，也许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人口失踪案。苏明，切莫小题大做。你觉得我这是小题大做？昨夜赤英出门时给这个房间上了锁，可绑匪砸开门锁，发现屋里没有人，后在坊间又遇到了武阳，那武阳就只能是从窗户跳出去的。这么高，武阳和喜君一样没练过武，他自己怎么跳下去的？所以卢凌风让喜君一试，是想证实有人帮武阳。对喽，可他没有朋友啊。你是圣叶坊的楚辉夫？哦，上官，正是。请问尊姓大名？上官，我这种下等人怎么配有姓名呢？不过我生性迟钝，所以坊间就叫我阿木，木头疙瘩的意思。阿木，倒也亲切。阿木，你既在坊间除灰清扫垃圾，
你可认识这面之店店主的女儿武阳？认识啊，经常在这儿看见她。她失踪了，你知道吗？听说了。你可知她是谁？知道。雍州司法参军范阳卢凌风，环城理事，入封查案。那日我去了他。阿木，你刚才在那儿偷眼看我，是有武阳失踪的消息吗？哦，这倒没有。不过什么？不过，吊井里淹死的那个人，我倒是知道一些，但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线索。说来听听。就是我每日夜里都要整理好垃圾，以便寅初的时候运出长安，这是我身为除恢复的职责所在。但就在前天，去你的！滚！好狗不挡道，知不知道？你个臭书鬼的，敢说敢！你之前见过怀武？见过。他经常去酒楼喝酒，有时候喝醉了回家，路过我整理垃圾的地方，就要找我茬骂我几句。只不过那天，他好像喝得特别多，就感觉随时要醉倒那样。呸！要脸，恶心死我了！那狗东西占老娘的便宜，活该掉井里淹死。他是这么说的？是。本来我都没往心里去的，但是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死了。怎么变成这样了？何人哭泣？不用怕，应是风声。待我点亮烛火。不知秦先生此时身在何处？我知你未能拜师，一直心有遗憾。今日能为秦先生所绘的壁画除去灰尘，细品笔墨之精，体会丹青之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拜师吧。是我，别打我，别打我，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别打我。为何在此？我知道，平日里不能进入大佛殿，可我要是不在这大佛脚下，实在是睡不着啊。我是趁着陈空居士不注意溜进来的。你是何人？你说啥？我乃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原来是上官呐！我问你，据传这大殿内常传有女子哭声，你可曾听见过？我耳背，听不到。那你可曾装作女子哭泣，吓走其他香客？老朽这嗓子哪能学得女子声音？上官，我今天的炭好，卖的价钱也可以，这几个就孝敬您了。这是何意？想求上官别告诉那广孝法师和陈空居士，他们要是知道我在这儿睡觉，以后他们就不让我进成佛寺了。老伯贵姓？啊，我免贵姓陶。陶伯，钱你收好，我们不告诉他们便是。不过您没有家吗？
这卖炭呐是能挣点钱，可也买不起长安的宅子呀。我呀四处留宿。陶伯，明日您可去崇仁坊，靠近南方门的裴府，那是我家。我家倒是有几间空房，可以腾出来一间给您暂住。哎呦，那我就谢谢姑娘了啊！谢谢姑娘。你们忙，我先走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啦。终于大功告成，多谢卢参军相助。这幅伟大的壁画本就该光彩照人。哪里来的妖魔？竟敢点亮烛火！是广啸，这怎么办？我闯祸了。深夜扫壁是我的主意，与你无关。哎，有影子，不是鬼，是人。哦，是人就没什么好怕的。广啸法师，别来无恙。卢凌风，啊，裴小姐，老衲早已告知，这大殿不宜再轻易进入，你们怎么还来呀？啊！师傅，你们看呐！阿弥陀佛，罪过呀，罪过！啊，进来呀！师傅，广啸法师。阿弥陀佛，佛祖啊，您早已经开示，命弟子们以尘埃和蛛网罩住妖魔，弟子们谨遵法旨。这一切如今已毁坏殆尽，这不是弟子的错呀。荣凌风，昨日妖魔鬼怪尽出，血雨腥风，长安将大乱，你们两个就是罪魁祸首！哪来的妖魔鬼怪？我乃新任雍州司法参军，有我在，我倒要看看，何人敢乱我长安！卢凌风，你仗着自己的身份就可以胡作非为？对呀，我要告你，我要到天子面前去告你！哎呀，你又咋了？都别动！不要过来！你今天可用了神仙玉女粉？没有。喜君可曾用过？用了。今天用的还不少吧？你可接触过那个席子？没有。老费，你是说这席子上有神仙玉女粉的味道？有，且很浓。刚才在这睡觉的是个卖炭的老者，名叫陶伯。他耳背，号称只能在大佛脚下才能入眠。陶伯，赵国公，这些天您还好吧？
小子来看您了。头几天我跟您念叨的，那个叫武阳的女子，金钱，我的金钱哪儿去了？何人偷了我的金钱？啊！你这老小，果然跟武阳失踪有关。你是何人？抓你的人。就你，好狂妄的娘子！樱桃姑娘莫怕，苏博士命我二人暗中助你。当心他的兵器！破甲锥，听说这兵器很厉害，还是第一次见，归本姑娘了。你还抢我东西？没错，抢了。你打伤了老刘，我还要你命呢！且慢，要我命可以，在杀我之前，我求你帮我找回这金钱，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刘贼！别动！一定是他偷了金钱，抓住他！跟我使暗器！我只是个猎宝人，金简在我怀里，给你便是。雇主说，找到此金简给10块金饼。雇主姓甚名谁？不知道，他一副山人打扮，头发胡子都是白的，但看面容却很年轻。你咋知道？大周国武曌，你要找这东西，还真是不一般呐。如果找到了，还有7块等着你。你既然有这么多金子，为何要花这金子去寻那金子？就算那简不同寻常，也不过就是金子做的嘛。你们猎宝人这一行的规矩，只问何事，不问何由，否则，项上人头不保。怪我多嘴，这买卖我接了。不过你确定宝物在长安？确定。找到了我怎么联系你？给你1个月的时间，月末，大雁塔下相见。可是此人，就是他。你需仔细回忆，提供线索，可立功赎罪。我问你，那日在酒楼饮酒，可有人讲天后的艳事？有。所以说呀，这《沙司传》所记载的，那不过就是9牛1毛。我都听入迷了。那山人听了高兴，还去敬了人家酒呢。不过，他倒未必是真的高兴。何意？看我们这行的，眼力最重要。我瞟见。压下去，带陶钵。走。一起喝酒的人说，蒯武酒量甚大，那日应不会喝醉。看来醉与不醉，不涉酒量，而是那山人下了药。无子。
福寺看守大福殿的居士陈空。啊？你确定？我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眼熟，现在才想起来，已经懊悔死了。他沾了白发白须，打扮成山人的样子而已。细君对人的姿容体貌甚是敏感，应不会错。这大佛殿的卧佛是8年前陈空居士发起建造的，他也出资最多。这陈空居士气度不凡，可知他的身世来历？不太清楚，只知道他祖籍洛阳，中宗光复后便迁居来长安。这些年他没干什么营生，但不缺钱。几个月前，他便产生了剃度为僧的想法，但后来不知为何，转天他就改变主意了。陆参军，那看大殿的陈空居士可来过？没有，天明后始终就我一个人，再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女子的哭声。这少年好胆量啊，英雄也！你俩嘀咕什么呢？陈空的人呢？好像昨晚就出去了。他在寺中可有栖身的禅房？哦，有。陈空居士在吗？陈空居士可在？雍州府查案，可直入。他拿的是什么？这陈空居士的房中怎么会有女子的书币？这好像是武阳的书币。正业坊打更人阿玲，他该死，蠢得像头猪。烧明堂的是薛怀义，而我姓沈名誉。骗我钱财无妨，但以天后的名义骗我就必须杀了他。你就是沈玉，久仰大名。哼，我本就不该活在这世上。当年在那些自诩清流的士大夫嘴里，我的名字是何等的不堪，但我不在乎。在天后左右的3年，才是我沈玉最美好的时光。是你从余宅后院劫走了武阳，如今他在哪儿？是死是活？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这是在你禅房里发现的，已让武阳的母亲辨别过，你还想抵赖？假山人，假居士，你把武阳怎么了？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大胆！假居士，假山人，还我武阳！赤阳，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眼下正在讯问，尚未水落石出。你如此咆哮公堂，欲持刀行凶，成何体统？我让他还我武阳，你把武阳怎么了？假山人，假居士，还我武阳！还我武阳！还我武阳！还不说，武阳在哪儿？我真不知道武阳在哪儿。那这个书币怎么会在你手里？你们还是将我下狱吧。哎呀，卢参军，这样，我们都走，就把他交给樱桃女侠和赤英，看他们俩不打烂你的脸。别让他们打我的脸，不然天后就不认得我了。哼，那就如实招来吧。我是真不知道武阳在哪儿。我第一次见武阳，就是在成佛寺。那时的我，已经决定入空门。广孝法师答应次日为我剃度，
阿弥陀佛。当年，我以御医的名义被天后招入宫中，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天后。故天后赏了我她年轻时的画像，我每天都得看上1万遍。那武阳简直是太像了，不是像，他就是天后本尊。后因2章得宠，我离开了宫中，但我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过天后。天后升仙那年，来到长安的我，在成佛寺造了他最喜欢的卧佛像，就是想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可是没想到，佛祖显灵了，让我和天后又重逢了。我立刻放弃了剃度，我要重新回到天后的身边。武阳，刮风了，要下雨了，动作麻利点，这就打药。好。可天后转世成武阳，并不认识我，赤英又看管极严，我只能乔装打扮，设法接近。哎呀，老人家，您没事吧？我很老吗？见到你，就让我想起一个人。你与他太像了。谁啊？我的旧恋人。自那日后，我是日夜难眠。武阳，好生看店，娘一会儿就回来。之后，我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武阳，哪怕只能远远地看上一眼，或者鸿鹄传书。对呀，走。啊，走吧。你所谓的鸿鹄传书，怎么个传法啊？武阳给你回过信吗？回了，他说他的母亲对他看管太严了，他想跟着我徜徉在大唐的山水间。哦，本来我已经得到了他的放心，却因为……阿弥陀佛。我平时是不留胡须的，就是怕与天后在梦中相遇时，她不认得我。我扮成山人打扮，只是想和武阳接近。我想着，等和他熟识之后，再跟他解释清楚。可是，他在回信中说，他不想与一个欺骗他的人再有任何往来。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肯再回信了。所以，你挟持了武阳。我确实有这么想过，可我还没动手呢，就被人抢先了。然后你就一路跟随。在一处宅院的后花园，用迷香迷倒了看守，继而带走了武阳。你们都知道了？来，接着喝。哎，马上。
我是沈郎。自你飞升之后，我日夜都在思念你。今日，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疯子，你这个疯子！有媒人说你长得像天后吗？当然有，这就是我多年最大的烦恼。我本以为你的出现是命中注定，没想到你也是别有用心。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放我走，不然我就报官。他是那么的决绝，我想，我只有把他带到专门为他修建的大佛前，才能唤醒他前世的记忆。若是他不从呢？那我也没办法呀。你就是想让他待在大佛体内一辈子，让武阳与你出资修建的大佛合二为一。卢参军已经发现大佛背后你开凿的石棺。昨日，樱桃在大佛殿看见屋顶有个漏洞，一早便派人抬了梯子去看，一下子就抓到了5、6只夜行游女。是一窝小鸟，抓一只下来。这种鸟只栖息于深山之中，即便白日飞入城池，夜晚必返回。可如今却在大佛殿搭窝，很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此鸟夜飞昼隐，喜幽暗，最怕光亮，所以天一亮它就不叫了。我明白了，那日我本听到叫声，卢凌风一打开火折子就没有了，正是这个缘由。在哪儿？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在大佛背后开凿，确实是想让大佛的金身和武阳的肉身合二为一，以便更好地召唤天后的灵魂。我还打探到一件事，当年天后让道士胡超在嵩山之巅献祭给神灵的赎罪金简被人给盗走了，宝物就在长安。于是我就雇了猎宝人，我想着一旦得到金简，我也把它藏入大佛体内，届时我便剃度，用余生枯守左右。你说的金简是这个东西吗？臣沈玉拜见天后。小环，赶快交代你的罪行。老实点。赤英，现在就回家，佛祖保佑。赤英，我女儿，此殿已封，夜里不允许拜佛，你赶紧回去吧。当初修建大佛时，我捐了5000钱，我随时可以拜佛，这是当时讲好的。现在我女儿丢了，只有这尊佛知道她在哪里。佛祖保佑啊，保佑我女儿，今晚就回家，保佑我女儿，今晚就回家，现在就回家，保佑我女儿，今晚就回家，现在就回家。赤英念佛，陶伯睡觉，谁都不肯走，我只能吹灭火烛，让鸟将他们吓走。我女儿现在就回家，现在就回家。乌鸦，乌鸦！可是我根本没有成功，一直到了寅时。
才好不容易把赤英轰走，又把陶伯轰出了成佛寺。武阳，来看，这是我专门为你修建的大佛，怎么样？现在有没有想起我是谁啊？疯子！看来在你的体内，天后的神魂还没有升腾。没关系，我愿意等。这样，我带你去你的故乡滨州文水，在那里，我让你做我一个人的女皇，可否？做梦！你要是不答应，我只能一刀把你给杀了。死本来就不可怕，可怕的是活人被束缚。那一刻，我犹豫了。他是那么的冷静，仿佛心里能够装得下山川河流，也能吞得下洪水猛兽。他简直就是天后啊！你说，我怎么舍得杀他？迷迷糊糊的，我看到有个人将武阳带走了，我想去追他，可是我没了力气，后来就昏死了过去。已经看到尸体，惨不忍睹啊！整张脸皮都被剥下去了。什么？百变郎君？女子17、18岁，应死于昨日，年龄和死亡时间都对上了，只能运回宫廨，让赤英认尸了。听上去很残忍，但也只能这么办了。常在圣叶坊接触武阳的人中，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有啊，有一个须发洁白的山人，他给我钱，让我替他给武阳送过书信。此人已落网，还有吗？还有，那就是常给赤英送药材的那个白药师。我看他经常偷看武阳，那个眼神还怪怪的。好，您慢点。终于买到了。是啊。武阳姑娘，告诉你娘，这药材到了，让她到后院来取啊。好，谢谢您。白药师。你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就在永阳坊的土地庙旁边。土地庙旁。雍州府刑狱博士查案，就直入内室了。谁呀？我刚才听您喊什么雍州府刑狱博士，真假？这官职之前没听说过呀。起来回话。是。
没哭声了。白药师，哎，上官，你刚才可听见女子的哭声？每天夜里都有哭声啊！这房子它阴气重，有女鬼，所以这价钱便宜，我才买得起呀。你可知，美秀面之店店主赤英的女儿武阳失踪了？不会吧？哎，我前几天送药，我还看见她来着。哎，就是失踪了。你有没有什么线索？比如去送药的时候碰到过什么奇怪的人、奇怪的事儿？哎，您别说，还真有。这说来听听。那得3块金饼。这也太贵了吧？这个。之所以要3块金饼，是因为这条线索它很重要，而且得之不易呀。是因为要活剥人皮，得之不易呀。百变郎君，啊？您叫谁呀？我叫的就是你，我见过你。你应该还有一张脸，或者不止一张。他是百变郎君？你没搞错吧？我信你，你耳朵最好。哎，我说老东西，咱们在鬼市一起混过呀。我是鬼市神医费翘费英俊，别号机师。快，把你那张死人脸露出来！你是狄公的弟子，不过今天看来也不过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还有你这个废物，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忘了我的一身武艺了吗？我们是2个人，2打1。哼，还用得着咱俩动手？长安县3大捕手早已率数十众将这围得水泄不通，你还不束手就擒？你们刚才进来的时候，不是听见有女人的哭声吗？那是我养的夜行游女。如果外面真的有捕手，他早就飞进来向我报信了。我看还是你们2个束手就擒吧。哎呀，别急我呀，苏明！哎呀，费英俊，号称是药王弟子，鬼市神医，你那看病的本事不过是雕虫小技，根本就不值一提。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活剥人脸。雍州府的刑狱博士，很快这张脸就是我的了。明天一早，我也去雍州府当个博士。等等，你让我死个明白。我问你，武阳是被你所杀吧？我们在鬼市找到了尸体，脸被活生生的剥掉了。那个不是武阳。成佛寺有个居士叫陈空，从我手上买过2只小鸟，他可是真有钱呐，给我的居然是金饼。我好生好奇，暗中跟随，结果我发现他让成佛寺闹鬼，为的就是这个武阳。直到有一天，他在大佛面前要杀了武阳，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小女孩长得居然像年轻时候的天后。我想这下我可发财了。
你想，这天后的脸还不得值500块金饼吗？于是，我就打晕了陈空，扛起了武阳，出了成佛寺，走后山。可是没走多久，我就遭到了偷袭，屁股上还挨了一下。那个武阳到底在哪儿？当然是被偷袭者劫走了。那鬼市上的尸体是谁？像我百变郎君行走江湖，我从未失过手啊！这下可真是把我气坏了。于是，我就找了个年龄相仿的女子，我剥其面皮，我好好的出了口我心中的恶气。我就是在这儿剥的。然后我就把尸首扔到了鬼市上，没想到吧？你就是个禽兽啊！你真是罪大恶极。可是，现在死到临头的却是你。尝尝我的刀吧，很快的，割喉放血，我保证你不会感觉到痛的。罗连峰，你怎么才来啊？在哪儿呢？是老费！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命啊！哎呦，救命！快！你们可来了！哎呦！快！死了！死了！这到手的线索让我一脚给踢断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哎呦，这谁呀？这是？你不是只有在大佛底下才能睡得着吗？你还别说，进了这雍州狱呀，饭是好，睡得也就香了。你把武阳怎么样了？武阳，他不是被绑了吗？他怎么样，我哪知道？用刑！你们算什么嫡公弟子啊？给一个老年人用刑？说我杀了武阳，有何证据？那日你被陈空轰出成佛寺，却没走，不久便看到白药师扛着武阳从成佛寺后门处奔后山，你暗中袭击，用破甲锥伤了对方，劫走武阳。既然你们都查出来了，那我就认。我李凤杰终将会被载入史册，因为我已将那妖后沉入了曲江，永不会脱生转世了。为何要这样做？只怪你长得太像那妖后，我李凤杰也是在赎当年的罪过。正是因为那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会不会是被鱼吃了？
铁笼附近并没有发现尸体，只找到了这些。这绳子应是被刀割开的。这是好事，也许武阳还活着，有人将他救走，又再次劫持，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她只是个普通女子啊。那日，我能和你们做朋友吗？我没有朋友。当然。那天我看见她的手上有一个梅花烙，很精美。我当时就在想，等桐油去江时，问她怎么烙上去的。可那具尸体上没有。你美，你可帮了大忙了。不是武阳，他不是武阳，我女儿武阳兴许还活着，她手上没有梅花烙，她不是武阳，不是。那你那天为何？我见她衣服和身形对上了，我就……那梅花烙是怎么来的？武阳6岁那年，有一日险些被人拐带，是我拼命追上去才把她抢下来的。我当下就问那人，你为何拐带我女儿？他说武阳像极了天后。我当时真是吓死了。我怕武阳再出什么危险，我就去求教道士。道士说，让我在武阳手的这个位置打一个梅花烙，这样武阳就会永远的锁在我身边。锁？他一个大活人，安能锁住我？再有，这么重要的线索，你如何疏漏？我这几日心乱得很，我一见尸体我就……怪我。所以，人啊，无论何时，都需冷静。是。赤英大娘，阿木，我这没有垃圾。哦不，我是来跟您告别的，我要回杭州老家了。我觉得您想开一些吧，也许武阳离开是件好事呢。从此以后，你们母女俩都能得到解脱。解脱？我女儿丢了，你让我怎么解脱？你算什么东西？跑到这儿来跟我说这些，莫名其妙！滚！滚出我的店！赤英大娘，阿木告辞。阿木，你这是要离开长安吗？那个，我们来送送你。啊，多谢诸位。够有钱的，一个除灰夫，套辆马车回杭州。是啊，确实是积攒了一些钱。车里装了什么？有没有不该带走的？没有，我车里边什么都没有。我义兄苏无名一向神机妙算，他算出我日夜惦念的人要和你一起回杭州，故邀我来送行，难道让我空欢喜一场吗？
住了，二位姐姐。阿木私奔，只带诗集，与二位姐姐约定同游曲江，是想掩饰自己背叛了母亲，让她认定我失踪是意外。阿木，武阳从后窗逃脱，是你协助的吧？若当时就一走了之，也就没有后面的变故了。可我还是舍不得娘，想最后再看一眼她舞狮的样子。赤英善诗舞，你早就知道。知道，只是母亲不想让我知道，我假装不知道而已。好有主意的一个小丫头啊！父亲曾是武库署监事，9品官而已，却仍被酷吏构陷，冤死狱中。我成了孤儿，继而落魄，沦为楚惠夫。武阳，那个山人又让我给你带信了，你要听吗？我念给你听。不听。那你要回信吗？你说吧，我帮你写下来。你觉得我该继续相信他吗？那人绝非是善雷。那你还帮他送信？收人钱财，就要守信吗？便也是无奈之举。就因为这个？就因为这个。那你走吧。武阳，你别害怕，那奸人若要害你，我定会拼死保护。你为他送信，也是想趁机来见我吧？选择这种方式离开，是想让母亲以为我是被歹人劫走，这样她就只会去恨歹人，而不会去恨我这个她苦心养大、爱如珍宝的女儿。却没想到，竟然真的有歹人，还不止一个。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你们这是黄雀之后还有天敌，天敌之后还有猎手，而猎手之后尚有阿木。幸亏有阿木，始终在暗中保护我，一直没有放弃。阿木，你可知罪？啊！你在曲江救下武阳，不送他回家，视同劫持。是我不回，与阿木无关。阿木，我来问你，武阳身上的衣服是如何到另一女子身上的？这个，你屡次提供线索，却为何不报白药师行凶？阿木啊，那日我问你，白药师住在何处？你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就在永阳坊的土地庙旁边。当时你脱口而出，我便知道
你去过他家？那是我的主意。那个白药师竟也是奸人，我听他说过，家住永阳坊土地庙旁。趁他受伤，你随我去，杀了他，省得他再害别人。我们就尾随他到了鬼市，一见那尸体，真的吓坏了。阿木再次提醒我报官，可是冷静下来，我想正好可借此脱身，让母亲对我的死确信不疑。哎，那是你亲手给尸体换的衣服？是，我让阿木回避了，故他没罪。我当时实在是被吓得哆嗦，就只能在远处保护武阳了。武阳，你真是好胆量！为了离开赤英大娘，你也算是孤注一掷了。我再问一遍，阿木，你可知罪？刚才不都解释清楚了？可今日你在做什么？按大唐律法，拐带人口是重罪。是我自愿与他同行，何谈拐带？但若赤英告状，即为拐带。二位上官，二位姐姐，老伯，小兄弟，武阳求你们了，放过我和阿木吧。母亲对我很好，但又很不好。我真的不想一辈子被他锁在身边，我也想按我自己的想法穿衣打扮、嫁人、生儿育女，自由自在的活，否则我宁愿死。武阳求你们了。是个不认命的，倒有点像我。陆凌风，自由自在是每个人的权利。虽说放了武阳对赤英大娘太过于残忍，但如果是我可能会这么做。哎，你们两个，行了行了，起来吧起来吧。我问你们，到杭州之后何以为生啊？我偷偷攒了些钱，也记下了我娘研制出的神仙玉女粉的配方。我要去杭州开个面织店，生意一定会好的。嘿呀，你娘的那个配方也没什么稀奇的。我重新又配了一份，添了2味，又减了1味。你拿这个配方重新调制，保管会卖得更好。相信老费，他是神医，信得过他。是我，陆参军，若需将阿木擒回，您尽管吩咐；若不擒，我先走。阿木，你需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写清楚，并念给武阳听。若他无异议，你2人均需画押。
作为雍州司法参军，我有权押你们回去，因为你知情不报，攻陷理应追究。但在我大唐，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止你们追求自由。过到了汉州后，你们需向司法参军马蒙报到，并如实陈述你二人在长安之所为，是否需要处罚，由马参军定夺。阿木，你若敢负了武阳，绝不会。多谢卢参军。